很多朋友在园艺店或者是网上买回来的种子，满怀期待的把它们撒进土里，接着每天浇水，早上一睁眼就跑去阳台看，结果1个礼拜过去了，2个礼拜过去了，土面上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候人的耐心基本就被磨光了，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买到了陈年的旧种子，或者是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种花种菜的天赋。其实绝大多数时候，种子不出芽，并不是种子本身是坏的，也不是你的运气不好，而是你把它们直接丢进土里这个动作，对于某些处于深度休眠或者外壳比较坚硬的种子来说，挑战太大了，尤其是对于新手朋友。土壤的干湿度极难掌控，水浇多了，种子在土里闷着，还没来得及醒过来就已经霉烂了，水浇少了，种子吸不够水，根本启动不了发芽的程序。为什么直接播种的失败率会这么高呢？嘿嘿，你要知道，种子在包装袋里的时候，它是处于一种深度的休眠状态的，它就像是一个为了度过严酷环境而自我封锁的胶囊，它的生命活动降到了最低点，外面的那一层种皮，既是它的铠甲，也是它的束缚。当我们把它埋进土里，它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土壤里有细菌，有真菌，还有可能存在肉眼看不见的虫卵。如果土壤太过粘重，透气性就差，种子在吸水膨胀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氧气，一旦缺氧，它就会进行无氧呼吸，产生的酒精会直接毒害种子胚胎，导致烂种。这就好比你让一个刚睡醒的人去跑马拉松，还得戴着防毒面具，他肯定受不了。而指茎催芽法的核心逻辑就是把发芽和生长这2个阶段拆分开来。我们先在一个无菌、保湿、透气且温度稳定的环境里，帮种子完成苏醒和生根的最艰难的第一步。等它长出了强壮的根系，具备了基本的生存能力之后，再把它请进土壤里。在开始操作之前，我们得先做好选种的工作，这一步往往被很多人忽略，大家通常是撕开包装袋就一股脑全倒出来。其实种子的体质也是千差万别的，即便是同一批采收的种子，饱满度和生命力也不一样。你可以把种子倒在白纸上，用肉眼先剔出那些干瘪的、变色的，或者是明显有破损的种子。对于一些颗粒比较大的种子，比如南瓜、丝瓜或者是豆类的种子，你甚至可以用手捏一捏，感觉一下它的结实程度。那些一捏就软的，里面往往已经发育不良或者已经坏死了。把这些滥竽充数的剔除掉，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这是提高发芽率的第一道关卡。选好了种子，千万不要急着拿纸巾，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那就是浸种。你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给种子洗个澡，同时也给它一个起床的信号。绝大多数的种子在干燥的状态下，含水量只有 5% 到 10% 左右，这么低的含水量是为了维持它的休眠。如果要启动发芽的生化反应，种子必须吸水达到自身重量的 50% 甚至更多。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碗，倒入温水，这里说的温水是指手摸起来不烫手，大概在30-40度左右的水温，这个温度可以加速水分的渗透，同时又不会烫伤胚芽。把种子泡进去，水要完全淹没种子。对于一般的蔬菜和花卉种子，比如青菜、萝卜、生菜这些，种皮比较薄，浸泡个4到6个小时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像辣椒、茄子、秋葵这种种皮比较硬，或者像香菜这种带有坚硬果壳的种子，浸泡的时间就要延长到8到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在浸泡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种子明显变大了，原本皱巴巴的表皮开始舒展，这就说明水分已经成功进入了种子的内部。对于特别顽固的种子，比如苦瓜或者莲子，它们的壳硬得像石头一样，水分很难钻进去。这时候我们还得给它做个小手术，用指甲剪或者是砂纸，在种子圆润的那一头稍微磨破一点皮，或者剪一个小口子，这叫破壁，目的就是为了给水分子开一条绿色通道。但是千万要小心，不要伤到了里面的胚芽。浸泡好之后，一定要把种子捞出来，用清水多冲洗几遍，把种子表面可能残留的粘液或者是抑制发芽的物质洗掉。很多种子表面都有一层粘液，这层粘液如果不洗干净，在催芽箱那种高湿度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导致最后种子发酸发臭。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也就是搭建我们的纸巾催芽室。工具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找一个有盖子的容器，家里吃剩的外卖盒、洗干净的优格盒子，或者是透明的保鲜盒都可以。重点是它必须能密封，但又不能完全不透气。我们可以在盖子上扎几个非常细小的针眼，或者是在盖盖子的时候不要完全扣死，留一丝丝的缝隙，保证有微弱的空气流通。因为种子发芽是需要呼吸的，完全密闭的空间会导致缺氧。接着我们拿出普通的无香型面纸或者是厨房纸巾，厨房纸巾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比较强韧，吸水后不会烂成一团，以后移栽的时候也方便拿取。把纸巾叠成适合盒子大小的方块，铺在盒子的底部，铺个2-3层是最好的，这样能吸附足够的水分，又能提供一个柔软的温床。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就是给纸巾加水。这一步的干湿度控制直接决定了催芽的成败，可以说80%的失败都坏在这一步。很多朋友觉得水越多越好，把纸巾弄得湿淋淋的，甚至盒子底部都接了一层水，种子泡在水里，这绝对是错误的。水太多了，种子就会被淹死。我们要求的状态是湿润但不出水，你可以用喷壶把纸巾喷湿，或者直接倒水后把盒子侧过来，把多余的水分全部倒掉。用手按压纸巾能感觉到明显的水分，但是水不会从指缝里流出来，这就是最完美的湿度。我们把处理好的种子均匀的排列在纸巾上，注意一定要留出空隙，不要让种子挤在一起。如果堆叠在一起，一旦有一颗种子发霉，霉菌就会立刻传染给旁边的种子，导致全军覆没。而且种子之间留有距离，也方便它们呼吸，更有利于我们观察每一颗种子的发芽情况。种子铺好之后，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可以在种子的上面再盖上一层打湿的纸巾。这一层纸巾就像是被子一样，可以全方位的包裹住种子，让种子上下左右都能接触到水分。这对于那些颗粒比较大，或者是对湿度要求极高的种子特别有效。但是对于极细小的种子，比如草莓种子或者多肉植物的种子，就不需要盖上面这一层了，因为它们太小了，盖上纸巾可能会阻碍它们的萌发。完成这一步后，盖上盒子的盖子，我们的微型温室就制作完成了。做好了这个催芽盒，并不代表我们就完事大吉了，放置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大多数蔬菜和花卉的种子都是咸光或者对光照不敏感的，也就是说在发芽阶段，它们并不需要阳光，甚至强光会抑制它们的发芽，所以千万不要把催芽盒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阳光直射会让盒子里的温度急剧升高，瞬间变成一个蒸笼，直接把种子煮熟了。我们应该把盒子放在室内一个温暖、通风且避光的地方，比如橱柜的角落，或者是路由器的旁边，利用电器散发的那一点点微热来维持温度。对于大多数春夏播种的作物，20度到25度是最适宜的发芽温度。如果是秋冬季节想要催芽，气温比较低，你可能需要用毛巾把盒子包起来保温，或者放在暖气片附近。当我们在催芽盒里看到那一抹令人惊喜的白色根尖时，很多朋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觉得大功告成了。但这其实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说接下来的这48小时才是决定这颗种子能不能最终长成一颗健康蔬菜或者艳丽花朵的生死关头。因为在纸巾上露白，仅仅意味着它的生命程序被激活了。它现在就像是一个刚刚离开母体保护的早产儿，虽然有了生命迹象，但身体极度脆弱，对环境的变化没有任何抵抗力。如果这时候我们移栽的手法简单粗暴，或者是后续的土壤环境不达标，这颗刚刚苏醒的种子很快就会因为脱水、折断或者是窒息而夭折。所以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要像对待出生婴儿一样小心翼翼。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蛀的问题，也就是移栽用的土壤。这是绝大多数新手朋友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很多人看到种子发芽了，一激动就跑到楼下的花坛里挖了一盆土，或者是直接用花盆里种过死花的旧土，这简直就是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进了满是细菌的垃圾堆。你要知道，户外的原土或者旧土里充满了各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霉菌、虫卵以及残留的病菌，而且这种土通常粘性很大，一旦浇水后干透，
就会板结的像石头一样硬，娇嫩的胚根根本扎不下去，还没等它站稳脚跟，就已经被细菌感染烂掉了。所以对于刚露白的种子，我们要给它准备专门的育苗土，或者叫宝宝土。最理想的育苗机制应该是疏松、透气、保水性好且干净无菌的。我们可以去园艺店买现成的泥炭土，这种土是经过高温杀菌的，质地非常轻盈。为了增加它的透气性，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珍珠石和质石，比例大概是3份泥炭土，1份珍珠石，1份质石。珍珠石就像是土里的小气孔，能保证根系呼吸顺畅，而质石有着极强的保水保肥能力，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保证幼苗不会因为一时疏忽而干死。把这3种介质混合均匀后，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就是调节湿度，用喷壶把土喷湿，一边喷一边搅拌，直到你用手抓起一把土，用力捏能成团，但是手指一松开，土团又能自然散开。这就是最标准的潮土状态。用这种潮土上盆，可以避免移栽后浇透水，导致土壤沉降过大，压坏了脆弱的根系。准备好了土壤，我们就进入到了最精细的手术环节——移栽。这个时候，你的工具不能是大铲子，最好是用一个小镊子，或者是一根细细的竹签。我们要先在装好土的育苗盆或者薛盘中间，轻轻地戳一个小洞，洞的深度非常有讲究。它取决于你种子的大小，一般来说，洞的深度是种子直径的 1.5 倍到2倍。比如像南瓜这样的大种子，洞可以深一点，大概1-2厘米，而像番茄、辣椒这样的小种子，半厘米就足够了。如果埋得太深，种子里的营养物质在它钻出土面之前就消耗光了，那它就永远闷死在土里了。如果埋得太浅，根系扎不稳，将来苗长大了容易倒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重脚轻。接下来我们用镊子轻轻地夹起发芽的种子，注意千万不要夹那个白色的根尖，那是生长点，也是植物的干细胞聚集区，一旦损伤，整颗种子就废了。我们要夹住种子外壳的部分。如果你手不够稳，我建议你直接用沾湿的竹签去斩种子，或者戴上医用手套，用手拿，把种子放进刚才戳好的小洞里。这时候很多朋友会纠结一个问题，到底是根朝上还是根朝下，还是横着放？其实对于大多数植物来说，你不需要太过纠结。植物有一种神奇的本能，叫做向地性，也就是无论你把它的根朝向哪个方向，它都能感知到地心引力的召唤，根自然会向下生长，而芽会背着引力向上生长。但为了帮它省点力气，最好的姿势是让那根小白根朝下，或者是平躺着放，千万不要把根朝上，虽然它也能扭回来，但那会消耗它宝贵的能量，不仅出土时间会推迟，长出来的苗也是歪七扭八的。种子放好后，就到了覆土的环节，这一步讲究的是轻和薄。我们抓一点点细土，轻轻地撒在种子上，就像是给它盖一层薄薄的棉被。如果是那种特别细小的种子，比如草莓或者是矮牵牛，甚至不需要覆土，或者只需要撒一层极薄的质石粉。覆土完成后，千万不要用手去压实，很多朋友习惯种完花按一下土，这对大苗没问题，但对刚发芽的种子是致命的。压实会让土壤里的空气被挤出来，阻碍根系的呼吸，还会增加种子破土的阻力。我们只需要轻轻震动一下育苗盆，让土壤颗粒自然沉降，和种子紧密接触就可以了。紧接着是浇奠根水，虽然我们用的是潮土，但移栽后还是需要补充一点水分，让根系和土壤更好的贴合。这时候绝对不能用大杯子直接倒水，那样的水流冲击力会把种子冲跑，或者把刚盖好的土冲散，让根露在外面风干。我们要用喷雾细腻的喷壶，对着土壤表面轻轻喷洒，直到看到盆底有水流出来为止。这个过程要慢，确保土壤彻底湿润但没有积水。如果是在气温比较低的季节，这第一次浇水最好用温水，避免冰凉的自来水刺激到脆弱的根系，引起生理性障碍。移栽工作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看护工作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几天是种子从异养生长向自养生长转变的关键期，也就是它从消耗自身储备的营养，转变为靠光合作用自己制造营养。这个阶段最容易出现2个问题，一个是玳瑁出土，
另一个是土长，所谓的带帽出土，就是幼苗钻出土面的时候，那层坚硬的种壳还紧紧地包在2片子叶上，导致叶子打不开，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这通常是因为覆土太浅，或者是土壤太干，种壳没有得到足够的摩擦力和水分软化。如果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拔，很容易把头拔断。我们可以用喷壶在种壳上多喷点水，增加湿度，过几个小时再去轻轻剥离，有时候甚至需要每隔半小时喷一次，直到壳软化脱落。如果你用的是纸巾催芽法，种子的根已经长得比较长了才移栽，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根系已经在纸巾上扎好了，没有经历土壤的挤压过程。